大家好，天堂今年版官方週4到週6這段期間呢，突然開始做事了。如果你去看官方的制裁公告，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數字。這幾天呢，平均都制裁了2萬多個賬號，連續3天下來呢，一口氣砍了6萬個賬號。有些伺服器這幾天遊戲內啊，外掛真的少了一些。原本像是熱門的沙漠地間3、4樓，過去是什麼場面？那是工作室外掛大軍多到滿出來。走路都會人擠人，你走一步，旁邊就會有10幾隻外掛來卡着你，根本寸步難行。結果現在反而是怪物多到走不動，外掛被一掃而空，怪物直接暴走，根本沒人打。連以前最嚴重的眠洞，那些常駐的工作室外掛大軍也幾乎都不見了。不過呢，大家也別高興得太早，雖然外掛不見了，但你各位要打怪之前，可能要先花個5分鐘把地上的物品清一清。你們看看這個畫面，滿地都是歐西斯系列的物品，多到連怪物都看不清楚。不把垃圾撿一撿，你可能連怪物都點不到哦。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也是真的很難說啊。不過話說回來，大家心裡都知道，這種大砍6萬人的動作，只是每個月啊官方的正常操作。因為只要遊戲即將進行大更新之前，官方都會出來大清掃，作秀個幾天，做表面功夫。一樣等更新完之後，風頭過了，那些工作室外掛就又會再生出來了。既然說到大更新，最近剛更新的被遺棄者之地，目前我真的是每天都把3小時打好打滿，從週3到週6一共4天，整整累積了12個小時，而且這12個小時裡面，我幾乎全程都是帶着寵物進去打。然後呢，這12個小時我一把變盾的武器都沒有打到。我就想問問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倒霉整整12個小時，自己手動12個小時還打不到半支變盾的武器。然後呢，當然我也有去社群、去討論區看了一下，發現這個變盾的武器掉落也有一些都市傳說啊。我全程都是純手動在打嘛，但是論壇上有一個說法，就是你要開 ATS 才打得到。還有第二種說法是，這個變盾的武器啊，掉落率是看職業的。像是近戰職業，騎士跟王族會比較容易打到；如果是法師跟妖精呢，就會很難掉。這2種說法到底是真是假的嘞？我還真的是不知道。接下來呢，我們要進入今天的影片重頭戲，就是官方之前有發布一篇 Q&A 嘛。然後呢，現在也過了2、3天了，一起來看看台韓服玩家針對這個 Q&A 公告到底有什麼反應。首先是韓服玩家。官方應該舉辦一次超大型的玩家回歸活動，內容必須要讓既有玩家跟回歸玩家都能感到滿意。他強調遊戲內必須有大量的玩家鋪墊，整個遊戲生態才會活絡起來。最後，他也希望官方去做好一款遊戲的營運，不要整天只想着要怎麼賺錢。確實，看來不只有台服退坑一堆人，連韓服那邊也退坑不少。回歸活動聽起來確實是個不錯的方式。但這真的是非常考驗官方捨不捨得大方送獎勵。如果送的都是一堆垃圾，回歸玩家哪會滿足呢？再來看下一位怨念更重的玩家，他說他從3月初就加入了天堂今年版，結果到現在打開自己的倉庫看看，玩到現在打到稀有物品的數量少之又少。他直接跟官方說，做生意不是這樣做的，如果太過小氣呢，還有吸血吸得太難看，只會讓玩家產生反感。請你們適可而止。接着呢，這位玩家他說，過去幾個月玩家瘋狂的反映問題的時候啊，你們官方人員到底去哪裡了？到底都在幹嘛？結果呢，現在人都走光了，才在這邊搞 Q&A 裝死。他針對官方說要調高掉落率這句話非常的不滿。他說少在那邊扯一些什麼提高掉落率的鬼話，有種就把怪物掉落率完整的公布出來。不要整天玩文字遊戲，把物品掉落率從原本的0.000001改成0.000002，然後跑出來跟我們說已經調高幾率了。不用說那麼多廢話，把物品掉落率清清楚楚的公布出來才是對的。還有另外一位玩家也說，雖然遊戲是你們的，但是掉落幾率你們愛怎麼改是你們家的事，但好歹在改的時候也先說一聲。平常打怪雜物金幣的掉落率早就被你們官方一次次的更新偷偷改低了，難道你們真的以為玩家都是傻子，什麼都不知道嗎？從這幾位韓服玩家的留言啊，
看得出來，玩家們對官方物品掉落率的疑問非常的重，懷疑官方在每次維護時都有偷偷的調降那個掉落率，所以玩家才會在這次直接要求官方公開透明，不接受官方用那種會調高掉落率的公告來玩文字遊戲。因為不知道實際的掉落率是多少，在那邊說調高掉落率根本就是空話。接着我們就來看台服玩家的反應，官方什麼都幹不好，只有這種故事可以一次次掰得非常令人動容，好像在搞什麼史詩作品。直到你各位連線進去遊戲，看到一群蟑螂四處亂跑。哦，對了，好像還有不少人是包了月，結果呢，連找到可以創角的伺服器都很困難。官方真的是什麼都幹不好，只有寫公告是一流的。每一次的公告跟開發者信件都可以把內容寫得非常令人動容，字裡行間充滿了情懷，好像天堂是什麼史詩級的遊戲。結果進遊戲之後呢，就會看到密密麻麻四處亂跑的工作室外掛。另外也有網友說啊，官方在整篇 Q&A 裡面，對於最核心的工作室問題根本絕口不提。這家公司真的是閉着眼睛在做 Q&A， 而且還即將要開移民系統。台服玩家的主要怨言還是高度集中在工作室與外掛。對我們來說，這群蝗蟲大軍就是目前台服天堂今年版最大的問題。雖然這幾天官方號稱大砍6萬人，但可能也只有少數幾個伺服器有稍微有感。最後呢，來分享一個玩家最近流傳的殺人方式。因為官方有做一個迷妹的更新，迷妹的怪物可以進行指定攻擊目標的指令，結果玩家立刻想到一種安全區殺人的方式，玩家先去迷妹楊國里恩或者是毒蠍，因為這兩隻怪物本身的攻擊有幾率會讓對方中毒，玩家就利用指定攻擊目標的指令，把攻擊目標指定在村莊安全區的擺攤商人。怪物的攻擊無法對安全區內的玩家造成傷害，但是重點來了。怪物的攻擊卻可以讓目標產生中毒效果，只要一中毒，角色就會持續扣血。那些擺攤的掛機商人，通常根本不會有人在電腦前面，最後擺攤的商人就會活活的被毒死。目前我是不太確定這種殺人方式啊，那些正義值沒有滿在村莊的擺攤玩家，到底會不會噴東西？如果被毒死會噴東西的話，那就很好笑了。不過，影片中迷楊國里恩的玩家，這個蒙灰有點微妙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感謝大家觀看。今天又是攻城戰的日子，大家都準備好了嗎？幹！我靠腰啊！太菜了吧！靠腰他媽射我狗2發3重死，狗還不會死。